各位观看视频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BSN 中国区市场负责人王航。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节目。呃，本期节目呢是我们 BSN DVC 网络的链方访谈系列之一。然后本期我们会对武汉链做一个深入的访问，然后由武汉链的运营方 Neptune 的技术总监梁总，然后来为我们非常完善完美的解读武汉链的相关内容。梁总先跟观看这个视频的各位朋友打声招呼吧。好，大家好，我是梁明宏，大家好。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主题，然后先，这个，嗯，请梁总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武汉链，然后也介绍一下武汉链的这个渊源。可以的，好的，好的。有请梁对，总。对，武汉链呢是 BSN 区块链服务网络里面的开放联盟链的一种，然后它是一个基于 BSN 基础设施已经搭建好的一个区块链网络，它主要采用的是以太坊作为底链的一个技术。目前的话有8个节点，其中有3个是共识节点，5个是非共识节点。那么除了这些节点之外呢？后面也会开放给到其他企业或者组织加入武汉链，成为武汉链的其中一个节点。目前武汉链是由 Neptune 公司主要去负责运营的。Neptune 是一家总部在香港的一个公司，由香港的另一家区块链公司 CryptoBlock，加密区块链公司和 Canny Capital 建立资本一起投资而成立的。好。好，那呃，由这个梁总，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链会提供哪些服务？然后目前，因为这个武汉链啊，它来自于第一是以太坊的技术，第二有这个Crypto Block 这原来的技术基因，然后所以它这个链有哪些特点啊？有请梁总。可以的，对，目前武汉链的话，主要提供的是一种开放联盟链的服务，它大概使用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就是用户呢只要充值一定的一个 gas 费用，然后最低1块钱都是 OK 的，就能够使用武汉链进行区块链进行一些开发跟测试了。用户每次发送交易都会消耗一定的 gas 费用，但这个 gas 费用其实非常便宜的。每次的 gas 费用可能从几分钱到1、2毛钱不等。然后另外刚才你也提到了，武汉链是基于以太坊技术的，因此的话，其实我们是很容易把以太坊生态的相关的一些像智能合约应用迁移到武汉链上面来的。当然，如果迁移到武汉链的应用，我们是不允许跟发行 token 有关的。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市面上其实有很多区块链平台和技术都是能够实现区块链的一个业务应用。那么使用武汉链跟使用其他平台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我认为的话主要有2点。第一点的话就是费用的一个区别。目前市面上如果用户想要去构建区块链应用的话，无论是像你看私有化部署，还是使用像 BaaS 平台等的一些其他服务，费用一般都可能要去到10万，甚至会更高。但如果使用武汉链的话，只需要支付 gas 的费用，一般普通的业务量情况下的话，一年可能只需要支付2到3千就足够了。所以使用武汉链来去构建区块链应用的话，它的成本理论上是会更低跟更便宜的。然后第二点的话，我理解是一个云基础设施的一个去中心化程度的一个区别。那这个怎么理解呢？因为武汉链是基于 BSN 的云基础设施进行构建的。BSN 目前全球大概有100多个节点，都是分布在全球不同的一个城市上面，并且还使用了多种的国内外的各大的云厂商服务作为它的一个底层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底层基础设施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更加的去中心化的。
因为就算假设是 BSN 使用的某一个厂商的服务出现问题，那也没关系，它其实是可以继续使用其他云厂商的服务继续提供服务的。但如果我们只使用某一个云厂商的区块链平台或者区块链服务的话，从理论上是有可能存在类似像单点失效这样一个问题的。对，嗯。嗯，好的，梁总。那嗯刚才你也说到了，说这个武汉链其实是基于以太坊的，那它主要利用了以太坊链上的什么功能？那和我们都知道那个以太坊有一个这个企业以太坊，就是它和企业以太坊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方向您详细介绍介绍。可以的，对，武汉链的话，从底链技术上确实是使用了以太坊的技术，然后现在目前运行的话，主要是使用的是 POA 算法作为武汉链的一个共识算法，然后武汉链主要也是能够用于企业级的一个区块链应用的，比如我们可以使用武汉链去构建像存证啊、溯源啊、数字藏品啊等区块链应用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它和企业以太坊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以太坊的主网它是一条公链，任何人都是可以随时加入跟退出的，并且以太坊的主网是允许发行 token 的。但我们都知道，比如像在中国，目前是禁止发行 token 的，所以如果我们直接去使用这个以太坊主网去构建相关的一个区块链应用，在中国去做的话是会有争议，甚至是有点不太合法的。而武汉链虽然是使用了以太坊的技术，但是我们已经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把以太坊技术里面关于发行 token 代币相关的功能都已经去禁掉了。所以武汉链的一个用户，它是不允许发行 token 代币，也不允许转移 token，哪怕是用户充值购买到的一个 gas，也仅仅只能够用来支付交易的一个费用，而不能够把 gas 转移给其他用户。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武汉链虽然使用了以太坊作为一个底层技术，但它和企业以太坊最大的区别就是，武汉链是一个使用了无币区块链技术的联盟链网络，而企业以太坊是一个允许发行 token 的一个公链网络。对的。好的，很清晰。我在这里也向各位观看的朋友说一下，就是DBC 网络BSN 的 DBC 网络是由多条开放联盟链组成的。那这个开放联盟链其实就像刚才梁总说的，我们首先秉承的是一定在业务层或者底层的技术上是都要有合规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呃就像梁总说的，在DTC 上，然后是没有像 Crypto 这样的类型的业务和这样的一个技术底层的。那当然那个像这个我们所用的这个 DVC 这个技术，它是这种合规链上的 NFT 技术的一个代称。当然，就像那个梁总刚才说到的，可以用作数字藏品、存证等等各种各样的其他类型的应用。好，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补充。那接下来是呃，还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问题，把这个链上的这个 crypto 的类型的业务去掉之后，那我们作为开放联盟链啊，作为这个一个无币的类似公链形态的这样的一个链，它的应用意义在哪里啊？这个问题给到梁总。好的，嗯对，我认为，假如我们去掉了链上的一个代币或者 token 之后的话，那么区块链的一个应用意义，更多将会成为一种去中心化的一个存储设施的一个载体。那这个是怎么理解呢？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公链它之所以要有一个 token 或者代币，所以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需要通过代币 token 的这样一个激励。让矿工愿意成为公链的一个区块链节点。但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对于发行 token，可能在很多国家都是会有争议跟甚至非法的。那么，假如没有了
这样一个的 token 的代币的激励，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企业或者组织愿意成为区块链网络节点呢？那么我认为是有方法的。那这种就可能是类似像一个云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思路，我们可以先汇聚多个不同云厂商的资源，然后提供给用户使用，用户再向我们支付一定的这样一个使用费用，然后其他的，假如愿意成为区块链节点的企业或者组织，就能够按一定比例获得用户支付的这样一个使用费用。BSN 的话的目标其实就是想要打造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云基础设施，然后在这个基础设施之上加入各种各样合适的一个技术，比如像在区块链里面的以太坊技术，去实现这样一种去中心化存储的一个基础设施。当然，这样讲可能会有一点难以理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讲，在 Web3世界里面，用户是希望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数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在公链里面，其实会有像 IPFS 啊，或者是 Web3 点 Storage 这样的一个应用，让人们能够很方便的去免费存储自己的数据。当然，这些网络矿工是因为有token 的奖励的机制，他们才愿意去存储用户数据的。那么，如果不使用 token 的一个激励，这样一个 Web3的这样存储服务，我们其实也可以构建一个没有 token 激励的去中心化的一个公共基础设施来去存储用户的数据。然后，这个基础设施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云厂商服务构成的，然后最终会向用户提供非常易用的，然后价格低廉的，并且是合规的这样一个公共数据的存储服务。然后我们其实可以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可能在以后的未来的几乎所有的应用里面，无论是 App 还是网站，当用户在某一个平台注册用户信息的时候，可能平台都会提供两个选项给用户去选择。然后第一个选项就是可以把用户数据直接存储在平台的数据中心里，这就像类似传统的 Web2 服务的一个做法。那么第二个选项呢，其实就可以把用户的数据存储在由用户才能够管理到的，类似像 BSN 的武汉链的这样一个公共 IT 基础设施里面。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去掉token 或者代币之后的区块链的一个意义所在。它将会成为 Web3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公共的、可信的基础设施。当然了，可能我也想过，其实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认为无论是有 token 激励的一个公链基础设施，还是没有 token 激励的一个存储的一个基础设施，都会长期存在。用户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其中一种甚至多种的这样一个公共存储设施去进行一个数据的存储。所以我的观点其实就是，并不是说没有 token 激励的公共基础设施就一定会有比有 token 激励的公共基础设施会更好。这两者的话，它们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其实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对。对，呃，我非常，这个我给这个梁总的观点做一个补充吧，就是因为这个全球的用户是非常复杂的，叫不同地区的用户，然后首先要有不同地区的这个法律法规的这种相应的适应性，所以技术上同样也是这样。那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说这个 crypto 的存在，然后本身是一个错误，但是我们希望的是，crypto 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我们这个在中国或者在整个世界内也有无币公链或者是公共信息化系统的这样的形态，可以为更多的企业去服务。因为就我们的感受来看，就是这个很多的大企业啊，当我那个世界500强巨头，他们的很多业务都是想要放到链上去解决这个可信的问题，解决说数据所有权的问题，但是在公链上是很难做到的。就是当然条件有很多啊，第一是这种整个开放的生态会有危险，第二是
像这个它本身因为 gas 的这个成本也不太可控，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产品形态是很适用于传统的企业想要做这个整个 IT 系统的基于区块链的这种技术的改造，非常适合他们来去做这个方向的业务。好，那咱们刚才和梁总聊了一些底层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梁总介绍一下，如何在武汉链上构建应用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吧。您可以具体讲讲武汉链的具体开发的服务，有请梁总。可以的，对，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就比如像假设使用武汉链来构建一个数字的一个产品平台，我们具体会需要是怎么做？这样去例子去解释。嗯嗯，好那么，的。假如我们目前用户想要使用基于武汉链去构建数字产品平台应用的话，主要的话会有两种方式可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第一种的话就是直接使用武汉链进行构建，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基于武汉链的 BSN DDC 网络进行构建。然后我会简单介绍一下，那么这两种方式都会有什么区别跟特点。然后我在介绍之前，我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就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去构建一个区块链应用，一般都会经历哪些步骤？首先，第一步的话，我们就需要使用一种区块链的技术去构建这样一个区块链网络，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我们需要根据业务的一个逻辑去编写智能合约，然后再把那个智能合约部署在区块链网络上面。然后第三步呢，我们还需要去编写上层应用系统的一个交互逻辑，然后调用区块链网络的一个智能合约接口，去实现应用系统跟区块链网络的交互。那么对于刚才提到的有两种方式，那么对于第一种的一个构建方式，直接使用武汉链进行构建呢，其用户的话已经不需要去做第一步的事情，因为武汉链已经是一个构建好的一个区块链网络，那么用户只需要去完成第二跟第三步的内容，就是编写智能合约，然后把合约部署到区块链网络，最后再实现上层应用系统的这样一个交互逻辑。然后使用这种方式的话，用户就只需要支付发送交易的这样一个 gas 费用即可。刚才提到了，这个费用其实很便宜的，一次可能就几分钱到一两毛钱不等。这是第一种方式。然后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基于武汉链的 DDC 网络进行构建。刚才王总也简单介绍了一个 DDC 网络一个情况了。那么 DDC 其实它就是 Decentralized Digital Certification 的一个简称，也就是说去中心化的一个数据证明。然后它确实是 BSN 推出的一个基础网络。现在这个网络会有10多条技术体系完善并且各具特点的一个 BSN 开放联盟链组成，而武汉链刚好就其中一条这样一个受支持的开放联盟链。然后 BSN 的话，其实会在每一个技术的区块链网络里面都提前部署好BSN 官方的一个 DDC 智能合约，然后就能够像假如有 DDC 或者是数字产品 NFT 业务需求的平台方提供快速接入的服务，然后使得用户可以对像DDC NFT 的生成转移销毁进行一个很方便的管理。这是 BSN DDC 网络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对于第二种方式的话，用户其实不需要编写智能合约了，因为 BSN DDC 已经把我们都部署好了，我们只需要去做第三步，也就是直接通过 API 或者 SDK 去调用 BSN 已经部署好的官方 DDC 合约，去实现这样一个应用系统的交互逻辑就可以了。那对于费用这一块呢，那如果用户想要使用 BSN DDC 网络的话，会包含两部分的费用。第一部分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第一种方式，发送交易需要支付的一个 gas 费用。然后第二部分的话是调用BSN 官方 DDC 合约的业务费用。这个费用其实也是很便宜的，生成 DDC 的话是1块钱，转移跟那个销毁的话是3毛钱一次。所以最后再稍微总结一下，就使用
这两种方式去构建，假设是构建一个区块链应用或像数字藏平台的一个区别。核心的区别有两个，第一个从实现的维度的话，第一种方式直接使用武汉链进行构建的话，是需要编写并部署智能合约的。然后如果使用基于武汉链的 DDC 网络的话，用户是不需要自己编写智能合约，直接使用 BSN 提供的官方智能合约就可以去做相应的一个应用跟开发逻辑了。然后第二个维度是费用的维度，然后直接使用武汉链进行构建的话，用户只需要支付武汉链的一个交易 gas 费用，而如果使用基于武汉链的 BSN DDC 网络进行构建的话，用户除了要支付武汉链的一个发送交易的 gas 费用，还需要支付调用官方 DDC 合约的一个业务费用。当然了，其实从费用的角度，其实无论使用哪一种方式，从单价的角度来说，其实都是非常便宜的。对啊。明白。那个梁总讲的非常详细啊，把那个就是把开发合约的步骤都已经讲的非常详细了啊。我基本上没有可以再补充的部分了啊。好，那咱们就进行到下一个问题吧。下一个问题其实是我觉得想和您谈谈趋势，就是您看就是武汉链是从以太坊改过来的，然后其实很多的其他的公链，然后或者是这个很多的其他的联盟链也都是从企业以太坊或者是 Have Ledger 这样的有原来的公链基因的这个就是公链技术背景的这样的企业的产品改过来的，所以你从这个整体的变革上来说啊，就是由公链到联盟链的这种思路。然后又到说现在出现了武汉链，出现了 BSN DDC 这样的开放联盟链，所以，就是以您的角度来看，是要用什么样的这种思路去理解现在这种发展的趋势？想请您聊聊这个问题。好的，可以的。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区块链的一个本质来看，其实我们最主要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数据的一个信任的问题。所以无嗯论是像我们可以看到，有 token 激励的这样一个公链，还是说没有 token 激励的这样一个联盟链，在业务应用上，其实它本质上都是希望可以向用户提供可信的一个数据的存储或者是查询的一个服务。当然呢，因为公链有 token 的一个激励机制，可能会比较容易请矿工会成为公链的一个节点，去对外提供服务。然后联盟链，因为它是没有这样一个 token 的激励机制，然后过去企业或者组织使用联盟链的一个成本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因为它需要去维护联盟链的这样一个区块链的这样一个节点的一个成本。对。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另外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呃，国内其实目前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联盟链在运行，然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大多数的联盟链都是没有数据交互的，大多嗯数其实那个业务的使用率并不高，也就是说，其实会存在很多资源可能是闲置或者浪费的。那所以其实我就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或者这样一个思考，就是说，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代币的激励机制，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降低我们大家是基于武汉链去构建区块链应用的一个成本呢？然后我觉得是有的，这样一个思路其实就可以利用这像开放联盟链的一个思路去解决这样一个过去使用联盟链费用比较高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 BSN 的开放联盟链就是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因为 BSN 的开放联盟链本质上是以底层区块链技术为维度，然后基于 BSN 的去中心化的云基础设施，已经构建好了多条不同底层技术的一个开放联盟链去给到用户去使用。武汉链就是其中这一条开放联盟链。那么如果使用BSN 的开放联盟链，那么用户只需要支付交易的一个 gas 费用，他就不会再需要去承担维护区块链节点的这样一个成本，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能够降低用户
基于联盟链去构建应用的成本的。然后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从成本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当然，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假设如果从区块链业务实现的角度来看，那么仅仅已经是有一个建好的区块链网络是不够的，因为刚才提到了，用户还需要去编写智能合约，然后还要去提供 API 跟 SDK 接口，给一套上层应用系统去调用等等相关的一个功能。那么，所以 BSN 推出的BSN DDC 网络呢，其实它是以业务维度的这样一个区块链应用解决方案，因为它已经把相关的业务的智能合约都已经部署好在网络上面了，所以它是可以让用户更快的去上线 DDC 或者是 NFT 相关的一个业务，因为它已经不需要写智能合约了。所以从这两点，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体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其实为了解决像你看联盟链的一个使用成本的问题，会发展出了像 BSN 的开放联盟链，然后为了解决像某一类业务能够快速上线、快速落地的问题，会发展出专门的 BSN 的 DDC 网络。然后这些发展趋势其实从本质上面都是为了让用户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然后或者是更快的方式去构建自己的一个区块链应用服务。其实我们可以再设想一下，其实就未来一定会出现更多类似像 DDC 网络的其他服务，可能是专门针对是别的业务或者是别的领域场景的，然后可以让用户在不同的类别的业务里面都能够快速的构建自己的相关的区块链应用。对。嗯。梁总确实，梁总的回答也是我非常认可的。首先，就从 DDC 或者是从 BSN 它本身这条网络，或者说它所构建出来的网络的性质来说，我们的创始人何总就是那个BSN 的这个常务理事，然后何总就一直在提的一点就是，这种公共信息化系统，的这个大概念上面，公共是要有一定的公益性的，所以，需要，因为这个会涉及到未来用户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企业中可能最根源的资源需求，所以这个方向上，一定要把成本降得足够低。那如何去看这个成本这件事儿呢？如果说我们以公链为例，那国际公链上面的一个应用，如果我们去发一个 NFT，然后可能我们刚刚去建合约的时候，就要付很大一笔 gas 费，然后当我们再去集中批量去发 NFT、发藏品，或者说当我们如果把 NFT 去想象成为一个数据集我们发任何这样的数据集到链上，都是要用可能意味着有非常高的 gas 费的成本支出的，所以这一点呃对于很多企业在应用区块链技术的时候是很不可控的一个这个因素。那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一些应用，它应用的这些业务方，他们想去做区块链业务的时候，他们的业务一定是大量的、高频的，一定是有非常需要这种需要承载大量的用户交互的。所以想象一下，如果说在这些业务场景里面也用公链的那个浮动的 gas 标准，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于任何一家企业都可能不愿意做这样的尝试，因为可能虽然你的用户有100万、200万，但是每天你的成本消耗，然后就可能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尤其还是用 crypto 去做的，就是又是一个浮动的价格的支付，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成本和这个刚才梁总所说的成本这一件事可以联系到一起大家可以综合来去考量。
好，我觉得今天和梁总聊的已经很全面，我们把这个武汉链的首先把它的这个基础信息，然后给大家介绍了，然后又把武汉链相关改造的这个部分，然后和以太坊原来的区别，然后也谈到了又谈了一下这个和公链的一些区别，又谈了一下我们对于公共信息化系统的这些趋势的这个看法。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 DC 链方访谈，其实是为了说让大家看到 DDC 整个生态内有各种各样的多样性那当然我们每一条链都是由不同的链改造而来，那我们必然让每条链都具备各自的特点啊。前两天刚刚和这个贵阳链然后做完访谈，然后他们做的技术也很优秀，然后这个今天和武汉链的梁总聊完武汉链，然后我们会发现武汉链又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希望观看视频的各位可以再去探索一下我们 DTC 上面的各个链方，他们所用的技术他们未来链上会跑的应用。好的，谢谢梁总谢谢梁总今天的精彩分享可以已经让我们对武汉链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概念和想象了。好，谢谢梁总。谢谢王总，谢谢王总，谢谢王总，谢谢大家。OK，好，梁总，行，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没有了谢谢，好的，那如果接下来我们还有 DDC 生态相关的其他讨论那就会继续邀请您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主题，然后让我们再去聊聊技术，聊聊合约，聊聊整个生态内发展的多样性。好的，谢好的，谢梁总。好，谢谢，谢谢，OK。好的，